吧你！穷鬼，没钱坐什么车？下次再让老娘逮着你逃票，非把你扒光了吊车站示众！大姐，就剩10里地就到我们村口了，这大热天的，你行行好，给我带过去吧。关门开车！哎，别走啊，就带我一段路。你们这帮人可这么爱钱！1个月前，我揣着全部家当去县城打工，没想到遇到了黑中介，把我的钱骗得1分不剩，只能靠装睡来逃票。现在我身无分文，这日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。检测到宿主对人生失去希望，绑定超级机遇系统，系统会给宿主提供能够逆袭人生的机遇线索。今日机遇：前方50米半山腰峭壁上，检测到有一株存活了500年份的野山参。500年的野人参，我要发达！可是，在半山腰，我怎么爬上去啊？由于宿主第一次获得机遇，特地发放新手大礼包：身强体壮，飞檐走壁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怎么突然有了使不完的力气，而且轻盈了好多？好疼！不是吗？这下要发达了！挖人参，赚大钱！我王小野的好日子要来了！野人参长在这么高的峭壁上，怪不得没人发现呢。可是我要怎么爬上去摘野人参啊？对了，刚刚系统不止让我变得力大无穷，还让我获得了飞檐走壁的技能。试一试，飞檐走壁，借力走力。这飞檐走壁的技能太厉害了，轻轻松松的就摘到了野人参，500年份的，估计能卖不少钱吧。恭喜宿主获得野山参，获得积分50，100积分可抽奖1次，能够抽到让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哦。这系统还能抽奖？真期待我能抽到什么奖励啊！第2次机遇已刷新，县城有商人在高价收购野山参，宿主可以以市场价10倍的价格卖出手中的野山参。10倍，太好了！系统连买家都给我找好了，我现在就去把人参给卖掉。这里就是系统说的商人所在位置，卖掉人参不但能赚钱，还能攒够抽奖的积分，太好了！你好，你这里收人参是吧？年份低于10年的野人参不收，人工养殖的不收，假的不收。那500年的收吗？500年的，快拿出来让我看看。老板，您给长长眼。我操，你从哪儿挖出来的？小兄弟，你打算多少钱出手？系统说他愿意10倍价格收购，我不懂行情，可别被骗了。老板，这东西有价无市，我要市场行情价10倍的价格，少了我不卖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10倍就10倍，我买了。这样，小兄弟，我给你200万，这价钱远高于市场价。你这人参虽然有价无市，但需要的人也不多，我只是刚好急需，否则绝不做这个冤大头。好，成交。小兄弟，你可真会做生意，让我高出了市场10倍的价格买你这人参。恭喜宿主以市场价7倍的价格售卖野山参，积分加30。我操，7倍！这人不是说10倍吗？真他妈的奸商啊！第3次机遇已刷新，村头田地里正在闹野猪，宿主可以前往抓捕，有惊喜哦。这个好啊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很多人没有吃过野猪肉呢，说不定啊，能卖个好价钱。这是我名片，日后再有这么品相好的野人参，还卖给我，我照单全收，而且呀，给你最高价。好的好的，不过这次我只卖了7倍价格，下次我可不会少卖喽。这小伙子居然这么懂行情，看来下次不能虚报价钱了。哎呀，这该死的野猪把庄稼地都给糟蹋了！村长，你快想办法把那野猪给抓到啊，要不然咱们都白忙活了。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这野猪轻的把人给撞伤，重的把人给撞死啊！前几天在村里边都组织了几次人来围捕，可是也没抓着啊。村长，野猪现在在哪儿？我要去抓它。黄小野，别闹了，你毛都没长齐，还扬言去抓野猪，小心别被野猪给啃了。你们就告诉我在哪儿就行，我先抓回来给你们看。这野猪啊，有可能跑上山了，这祸害完庄稼地就不见了。哎，小野，你可千万别去抓野猪，危险！我现在力大无穷，身体素质是正常人的好几倍，
如果正面碰到野猪，应该完全不中。可是这么大的山洞，到哪儿去找野猪呢？野猪竟然在睡觉，这应该是祸海庄稼地吃饱了，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睡觉。哟，你看，王小野真的把野猪给干死了。小野，你是个人不？这么大的野猪都被你干死了。没想到王小野打工赚不到钱，杀猪倒是在行，为咱们村干掉了一个大祸害呀！你们是夸我呢，还是埋汰我呢？现在野猪危机已经解除了，你们都可以安心的去种地了。对，小野有出息。那这头野猪，要不咱把肉分了吧？我们家已经好长时间没尝过肉腥了。啊，分了？这，我还打算弄到镇上饭店去卖。算了，分了就分了吧。哎，那村长你就按照各家各户的人头分了吧。哎呦，小野哥，你从城里回来了，快进来。妈，林花是我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，正好有野猪，给她分点。王小野，你喜欢我女儿就算了，你还专门带了一个野猪头，故意过来吓我。妈，别怕，就是一个猪头而已。对呀，伯母，这是我今天特意捕杀的野猪，我特意把猪头拿来给您尝尝鲜。你捕杀的？你一个人能杀得了吗？今天野猪祸害庄稼，然后跑上了山，我直接就去捕杀了野猪，村里很多人都知道的。哇，小野哥你好厉害啊！妈，其实有一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从小的时候开始，我就想嫁给小野哥，给他生孩子。你这死丫头，啥时候就喜欢上王小野啦？等他妈病好了，我去给你说亲。妈，我还想再提个要求，我们可不可以住在一起啊？得寸进尺。走，赶紧走吧，回去看你妈。你妈都老年痴呆好多年了。走吧，回去照顾你妈去。妈，吃饭了，来，张嘴，我喂你。虽然你现在患有老年痴呆，但儿子知道你一定有意识，能听到儿子的话。妈，我告诉你，我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林花，竟然喜欢我。只要你的病好了，他妈就来说亲。不过你说我要不要同意呢？还有啊，我今天白天在山上挖到了野人参，赚了钱，明天咱就去县医院好好看病。小野，起了吗？跟嫂子一起去县里卖菜去。嫂子每次出门都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，可惜啊，丈夫死得早，而我之前在家里闲着的几个月，都是她带着我去县城卖菜，补贴家用。小野，你看什么呢？小野，你看什么呢？看美色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小野，你不乖了，那双眼睛盯着嫂子哪里看呢？你当嫂子注意不到吗？想看就大大方方的看嘛。没有，那个傻嫂子，我今天准备带着我妈去县医院住院养身体。去县医院住着很费钱的，你有钱吗？我最近赚了点钱，医院有好的医疗条件，总比一直在家躺着强。那也行，那骑我的三轮车去吧。好的，谢谢嫂子。嫂子，我背着我妈去医院找个床位住院，你先去卖菜。好，前面人流量挺大的，我就在附近卖吧。哎，慢点。要点什么？
小妞儿。漂亮小妞儿，你这个摊位保护费有没有交啊？城管的摊位费我已经交了包月的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保护费。小妞儿，在这儿摆摊卖菜是要收2种费用的。那我就不在这儿摆摊了，我现在就走。这就走？不太合适吧？最起码交了钱啊！你们要多少钱？也不多，100块。你们咋不去抢银行啊？我卖1天的菜也就70-80块。那我们管不着，你在这摆摊卖菜，交了钱，我们可以保护你的摊位；不交钱的话，我们就掀摊子。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考虑。109、8，你们还有没有往返了？7、6，还5、4、3、2、1。兄弟们，时间到了，给我掀他的摊子！好嘞！我的菜，放开！兄弟们动手！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女人，不觉得害臊吗？小野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些人都是混道上的，非要我交什么保护费，我不交，他们就不让我走。小美人，你不交保护费，我怎么保护你呀？倒是你这个窜出来的小兔崽子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打我的人！兄弟们，给老子打！打坏了，老子负全责！小子，多管闲事是吧？让你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！干什么呢？大爷，小野兄弟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呀！蛋总，原来这些混混是你的人啊！是啊，是我的人。不过呢，我可没让他们做这些，谁知道会冒犯到自己人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，还不快给我小野兄弟赔罪！哎呦，我瞎了狗眼，我有眼无珠。哎，不需要赔什么不是。蛋总，你的这些兄弟干的都是歪门邪道的勾当啊！大白天的收保护费，这是罔顾王法啊！接下来我要考虑一下咱们的合作还要不要继续了。哎，小野兄弟，您这可是冤枉我了。我这个人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从来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实则是这几个东西背着我做的这行啊。行了，先不说了，只希望你们日后能改邪归正。嫂子，咱们走。大爷，那小子到底什么人啊？什么人？那是老子的财神爷！以后见了他，给我当爹一样的供上，不然我弄死你！是，大爷。还有，以后收保护费这种破事儿不要再干了。小野，今天要不是你，嫂子就真的被欺负了。我给你下面吃吧。嫂子，不用那么客气的。没事，应该的。对了，小野，今天那个蛋总到底什么人啊？还有，你怎么突然有钱送你娘去医院了呢？我今天在悬崖上挖到了一颗野人参，就是麦格兰那个蛋爷，然后我们建立了合作关系，所以也没想到那些混混是蛋爷的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但是嫂子劝你，那种人还是少联系的好。我现在给你做饭去。哼。恭喜宿主获得寡妇的好感，奖励积分20分，累计积分100分，可进行抽奖1次。系统，你说啥？获得寡妇的好感，还给奖励积分？是的，宿主，是否继续抽奖？当然抽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心灵手巧技能，涵盖按摩、推拿、疏通经络等功能，具有驱除一般疾病等效果。我喜欢这个技能，简直是一双高科技多功能手掌。小野，进来吃面了，我还做了俩菜，咱们喝点。来了，嫂子。嫂子下的面好吃吗？好吃，又软又细，口齿留香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，像个嗷嗷待哺的小老虎似的。来，别光顾着吃面，陪嫂子喝点。
小野，你知道的，我男人死得早。我知道。那你知道寂寞的滋味吗？啊？男人死得早，家里也没个顶梁柱，仅靠着种那点田地活着，也没浇灌过，这腰啊，有时候就特别的累。嫂子，你这应该是腰肌劳损了吧？我会一点按摩手法，可以帮嫂子疏通一下。真的吗，小野？你会按摩疏通？是的，嫂子，腰肌劳损如果不及时舒缓经脉的话，很容易导致腰椎突出的。正好刚获得了心灵手巧技能，就在嫂子身上试验一番，看看效果如何。那行，其实嫂子全身都酸痛的，你该好好疏通一下。我去床上等你。还不快过来，用你的按摩手法给人家好好疏通一下。好的，嫂子。嫂子，你别发出这种叫声啊。是小野按的舒服，嫂子忍不住发出声来。不过我会忍住不叫的。嫂子已经不再年轻了，就算再叫出的声音也没有少女叫的好听。嫂子，你别这样说，你才20多岁，正是青春大好年华。就你小嘴甜，会哄嫂子开心。小野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男人死后，就再也没有这么近距离跟男性接触过，也没让男人碰过我的身子。你是第一个。啊？是？别紧张，继续按。嫂子已经觉得腰部酸痛了。后面已经按得很舒服了，该按前面了。就从这里开始按吧。嫂子这里也觉得酸痛呢。嫂子，这地方你自己按吧，我帮你按按小腹吧，这地方更容易疏通经络。好吧。这个傻小子，熟透的水蜜桃摆在他面前，都不知道偷偷的啃2口，真是个胆小鬼。今日致富线索刷新。致富线索1：县城水产市场精品鱼摊有一条20斤重、爱装死的胖头鱼，在鱼肚子里蕴含有一颗水草玛瑙，价值100万。我去，这刚起床，系统就给了一个100万级别的致富线索，系统真给力啊！我得赶紧去，别被人抢跑了。就是这儿了，装死的胖头鱼。老板，你这鱼怎么卖啊？您看这条行不行？老板，我要这条鱼。对，这个是草鱼啊，这条鱼看着新鲜，这个不错。就要这条肥的。老板，这鱼怎么卖啊？这个便宜给您。老板，这个给我称一下重。好嘞。大妈，这条胖头鱼总重20斤，10块钱一斤，一共200块钱，免费包杀，要杀吗？200块，老板，你这鱼都快死了也不蹦的，你还按活鱼价格给我算呀？你这可是明码标价的啊！活鱼10块一斤，死鱼2块一斤呐！大妈，这条鱼没死呢，刚才还张嘴呢。怎么没死？你看它在案板上都不蹦的，你看看我用手指戳它也不动弹，这妥妥死鱼一条啊！不信你看。大妈，看见没？这鱼在水里头还张嘴游动呢，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刚才那只是缺氧了。这鱼儿真是可爱会装。老板，你看这鱼又翻白肚了，这明明就是快死了，就不能按活鱼的价格卖，必须按死鱼的价格，2块钱一斤，40块钱，我现在就给你扫码。这可不行啊，大妈，你要是想要死鱼的话，
那你就等鱼死了再买吧。行，那我就等着它死。切！哎，这胖头鱼生命力真强啊！这么长时间过去还不死？是呀，还喜欢翻白肚，弄得我们大家以为死了，结果就张嘴游动。嘿，我说大妈，你可真够有耐心的啊！现在这鱼还活得好好的，你还买吗？不买了，不管这鱼是死是活，我都不买了，等得心烦气躁的。切！哎，老板，这鱼大妈不买，那我买了吧。行，生命力这么顽强，我买回去当宠物鱼养。小伙子，你要买啊？但是我只能给你按活鱼的价格啊，不能按死鱼价格给你，因为这鱼它还活着呢。那是自然，这鱼活着的嘛，当然就按活鱼的价。我刚刚看你称重20斤是吧？哎，对，这是200块钱，老板你收好。小伙子真敞亮啊，不像某些人，他宁愿看着鱼死去，也不愿意买活鱼回家做着吃啊。花200块钱买一条快死的鱼当宠物鱼养，小伙子，你小时候脑袋瓜子被驴踢过吧？傻缺一个！哎，我说大妈，你说话别这么难听啊！而且买卖是自由，你不买的东西，别人买了就是傻子。哎，小伙子，来，包好了，你是我遇到过最痛快的买家了。不过说实话，这胖头鱼确实不适合当宠物鱼养着。你看，要不我给你杀一下，保证把鱼鳞给你刮得干干净净的。这么大的胖头鱼当宠物鱼养，脑子生锈了吧？估计放在自家鱼缸里一晚上就死得透透的了。我就听不得这风凉话。来，老板，你帮我杀一下，我拿回家炖鱼头汤喝。哎，好。哎，我说大妈，你要是不买，别在这叨叨行吗？别影响我做生意啊！我乐意，嘴在我脸上长着，你管得着吗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石头里头好像有一种天然的纹路，犹如荷塘中飘荡的水草，婀娜多姿，蜿蜒缠绕，像是个翡翠啊！小伙子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这鱼肚子里居然会有绿色的石头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可能是生病了。我再送你一条鱼当做补偿吧，同等价格的你随便挑。老板，这不对，鱼肚子里有石头，并不代表生病，也有可能是奇珍，是水草玛瑙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据说只有在水下经过上万年的沉淀才会形成。没想到被这小子捡了便宜，但他估计也不知道这玛瑙的含金量。小伙子，你这个石头我看着挺不错的，想买回去当装饰品，我给你出500块，怎么样？500块买个石头，没搞错吧？有钱没地方花了吧？还是脑子长屁股上了？这块破石头居然花500块买，这说白了就是块鹅卵石，公园里多的是。愚昧无知的中年大妈。500块，你要买我手里这块石头啊？你是傻子吧？我不卖。为什么不卖呀？500块不少了，普通人一天都挣不了500块钱呀。价值100万的水草玛瑙，向500块买走，当我是傻子呀？我要是把一块石头卖给傻子，那岂不是说我欺骗傻子了吗？我不卖。哎呀，你先别急着拒绝我，我并不是傻子呀，只是比较喜欢这种石头而已。加2倍，你看怎么样？加2倍也没多少钱，我不卖。嫌钱少是吧？那咱就一口价5000块，怎么样？我出门就带了这么多现金，5000块买个石头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，年轻人？有病要去医院治，别在这儿犯病啊！你才有病呢！废话一大堆。兄弟，你看我已经拿出诚意来了，你就把那块破石头卖给我吧。不卖！你这底层的屌丝，我跟你好话说尽，你怎么油盐不进呢？老板，这石斑鱼怎么卖啊？哎，小野兄弟，你也来买鱼的呀？哎，你手里拿的这块石头是水草玛瑙？啊，我勒个去！兄弟，你在哪儿搞的这东西？这可是玛瑙当中的极品，一颗就价值好几百万呢！你说啥？这是玛瑙，价值好几百万？对啊，这东西要我估价的话，也值个200多万吧。这可是上层圈子里面女人奢侈品的最爱，戴在身上冬暖夏凉，还可以强身健体。价值被爆出来了，估计是买不到了。哎
呦，我的天儿啊，咋会这样啊？这破天的富贵居然与我擦肩而过啊！就你话多。小野兄弟，我说错什么话了吗？哎，兄弟，哎，兄弟，我不眼红啊。鱼是你买的，鱼身上的东西啊都是你的，你把这鱼也拿走了，赶紧离开这儿吧，免得遭人嫉妒。谢谢老板，以后我买鱼，我亲戚买鱼，我认识的所有人买鱼都来你这儿。哎，好嘞。你不能走。怎么？为什么不能走？这条胖头鱼应该是我买的，还有这个玛瑙也是我的。你花钱了吗？就说是你的，要点脸可以吗？这鱼是我的，这玛瑙也是我的，你还给我，它能卖200多万呢。那银行还有好几万亿钱呢，是你的吗？你就抢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这胖头鱼本来是该我买的呀！哎，我说大妈，你不要以为你老，别人就得让着你。那刚才鱼活着的时候你不买，你非得等鱼死了再买，现在又想去占便宜，你还要不要点老脸呢？啊！哎，大小姐，我发现了一块水草玛瑙，看品相应该是极品，但那人他不愿意卖。水草玛瑙是我一直要寻找的奇珍，你务必要想尽一切办法买到手，多少价格都行，只要不超过1个亿。还有，千年石髓有线索了吗？目前还没有线索。你这个废物，在交易市场当收购商几年了，连千年石髓都找不到。不过我已经得到了消息，此物应该会生长在鬼洞山上。可是大小姐，那座山听说很邪门，进山的人从来没有出来过。你不会找人进吗？非要自己进吗？就这样吧。这东西系统说是价值100万级，蛋总给我出价200万，但他中间肯定会赚取差价，要是找到收藏家卖的话，估计能卖得更多。看来这几天我得找个古董市场转转去。小野，回家了也不知道去嫂子那里坐坐。你知不知道你上次按摩按得可舒服了，嫂子都睡着了，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的。嫂子，你咋来了？咋还抱着俩大白菜呢？地里的白菜种得多，嫂子拿2颗给你尝尝，看看嫂子种的白菜好不好吃。嫂子种的白菜肯定好吃，嫂子家地里种的啥都好吃。就你嘴甜，好吃顶个啥呀？嫂子家的地你都不给理。啊，不对啊，嫂子，我记得我前2天才帮你家犁过地啊。傻小子，你在做鱼啊？鱼里啊放着白菜更好吃，嫂子给你做。哎，嫂子，我不需要喂，我自己能吃。嫂子喂你，让你尝尝嫂子的手艺。张嘴。好烫嘴，但是好吃。那该你喂嫂子一口了。啊？喂你？快点了，嫂子都喂你了，也该你喂嫂子了。致富线索刷新，鬼洞山上有落叶乔木、拱桐树等致富物品，宿主可要把握机会哦。鬼洞山，那山一直传闻闹鬼啊。小野兄弟在家吗？蛋总，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？小野兄弟，以我的实力，想要查个人还是很简单的。那你来是？不请自来，冒昧了。我是想来买你的水草玛瑙。买水草玛瑙？可你出多少钱合适啊？上次在菜市场出的价格，我不满意。这里是300万，你觉得怎么样，小野兄弟？小野，这什么情况？好多钱啊！嫂子，我买的那条鱼肚子里有1颗水草玛瑙，这蛋总想买。什么玛瑙能卖得这么珍贵啊？小野兄弟，你看到了我诚意满满。如果这300万你不满意的话，你开个价，只要不超过1000万，我都能接受。毕竟那水草玛瑙可是上流女人的最爱，很多富少都会争相购买，去讨好富家小姐的。蛋总，你的诚意我能看到，价格给的也让我心动，但是给我点时间，让我考虑一下，可以吗？行，小野兄弟，你考虑一下，回头想卖水草玛瑙了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好的。
小野，这可是300万啊，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，为什么还要考虑啊？直接卖给他不就行了吗？因为我感觉可以卖得更高，我需要去古玩市场了解一下水草玛瑙的行情。哦，二蛋，怎么了？看你急匆匆的。小野哥哥，大事不好了，有人在玲花姐姐家闹事，玲花妈妈都被打了，你快去一趟吧。什么？小野，等等我。嫂子，你就别跟着了，不合适。哎，好吧。刘大成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和玲花的事情要遵从她的意见，结果你带人闯入我们家，你还打我们，你简直无法无天。未来岳母啊，我喜欢你女儿，你就应该把女儿嫁给我为人妻才是啊，干嘛非要悔婚呢？咱们前几天不是说好了吗？你把玲花嫁给我，我帮你们解决家庭困难，是不是啊，玲花妹妹？哎，小妞，你居然敢陪我们老大，是不是想死啊？你这蠢货，别吓着我的玲花，她可是你们未来大嫂，对她要温柔温柔，懂吗？是老大。哎呀，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对你的爱，但是我真心喜欢你呀！哎呦，你刚才赔我口水，那我也得在你身体上弄些我的水。哎呦我去！刘大成，即使你得到我的人，也得不到我的心。我已经是有未婚夫的人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有未婚夫了？这就是你拒绝我的理由是吗？是，我已经有未婚夫了，之前只是怕你找他麻烦，不敢告诉你而已。那个男人是谁？我要弄死他！你要弄死我吗？我就是他口中的未婚夫，我们俩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。小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跑啊！你又是哪根葱？你敢跟我们老大抢女人？哎呀，你当老大的不做事儿，养的狗却想咬人。哎呀，好小子，敢动手打我的人是吗？哥儿几个一起上，给我废了他丫的！王小野，我闺女让你跑，你却不跑，你被打死了咋办呢？这要不是之前系统赠予的强化身体和飞檐走壁技能，这1打3我还真得掂量点。小野哥，你可真厉害啊！1打3。哎呀，小子，没看出来呀，你还是个练家子。该你了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打架是最粗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。说吧，多少钱你才肯离开玲花？100万、200万，还是300万？玲花是我的未婚妻，不是金钱能衡量的，我也不可能把她让给任何人。金钱不能让你低头是吧？那说明我给的不够多。那这样，我再给你加点儿。我去！你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我都说了，打人是最粗鲁的解决问题方式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去！打的就是你！你他妈的！我去！哎呀！好，小子，你有种！今天这事儿咱不算完，我让你知道招惹我是什么下场！哥几个愣着干嘛呀？走啊！你等着！玲花、伯母，你们没事吧？王小野，没想到你这么能打，害得伯母白担心一场。以前练过。对了，伯母，那个男人是什么人啊？还能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男人，看上玲花的那个大老板之后，你不是拿50万给我了吗？然后我就去找这个刘大成，取消他和玲花的事情。谁知道他反应很大，很生气，就带人来家里，非要强行带走玲花。要不是小野哥来了，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样。我估计啊，那刘大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没事的，伯母。那刘大成再来，我就打得他满地找牙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让他下半辈子都在轮椅上度过。喂，什么？不让住院了？我们钱都交了，为什么不让住啊？得罪人了？得罪谁了？刘大成？妈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你爸被医院轰出来了，让咱们赶紧去医院接人，说咱们得罪了刘大成。这个刘大成什么背景啊？居然能把手伸到医院去？我哪能知道啊？只知道是县城的大老板，混得不错，哪里能想到报复这么快就来了呀？你前脚把人打了，后脚他就动用手段。哎呀，走走走，咱现在赶紧去医院。哎，伯母，我跟你们一起。你别跟着了，感觉现在跟你在一起就没什么好事儿。走，小野哥。哎呀，走走走。
小野，虽然你不让我跟来，但我还是想跟来看看情况，有没有需要帮忙的。我怎么看到林花和他妈跑出去了呀？刚才就此理，利用权势欺压老百姓，可惜我不认识人。喂，怎么了，小野？医院打来的电话，说我得罪人了，不让住院了，让我半个小时内把人接走，不然就给扔出来。啊？看来这个刘大成关系很深啊。要不报警吧？有用吗？最多调解一下，完事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啊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唉，小野兄弟现在遇到的麻烦，我可以帮你轻松解决。你说什么？我能帮你解决掉你遇到的麻烦。那刘大成是有一点点的背景，不过在我眼里就是小卡拉咪。只要我打个电话，就能轻松解决你和你未婚妻遇到的麻烦。我还能让刘大成跪在你面前给你磕头道歉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比钻石还真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。这是不是你安排好的？我没把那个水草玛瑙卖给你，你就密谋了这一出好戏，你可真卑鄙啊！小野兄弟，我蛋总行得正坐得端，放在整个 Z 城都知道我的为人，我根本没必要用这种拙劣的手段啊！万一被发现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实则是我从你家离开后根本就没有走，就想看看你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，然后我及时出现帮忙，这样大家都能落个好印象嘛。随便你怎么解释，我也无力反驳。我现在就把水草玛瑙给你，你帮我把莲花爸爸和我妈的事情安排好，要安排最好的医疗条件，能做到吗？ Of course, no problem。小野，我怎么感觉这像是个套啊？就算是个套，我也得往里面跳，毕竟我没有什么背景。这水草玛瑙，不过呢，我的条件远不止这个。蛋总，你想变卦？我没那么阴险，真的是还有一个条件。那你说？我需要你帮我去一趟鬼洞山，那山里有一样东西叫千年石髓，找到这个东西，我除了帮你解决现在遇到的麻烦，额外还会给你1000万。千年石髓，张峨之山，灵崖，鬼洞者有石髓焉，其状如鹤，诸体赤青，质耳龙焉。小野兄弟，你懂得不少啊！曾经在古书上看过，这东西只是个传说，不一定能找得到。而且据说鬼洞山闹诡异，很多人进山就再也没回来过。你提的这个条件未免也太苛刻了吧？万一小野进山再也回不来怎么办？若是他回不来，我也没办法呀，只能给他风光大葬，多烧2个美女给他。但他要是回得来，就相当于变成了千万富翁。小野兄弟，我觉得你应该拼上一把。你这明显是拿我当炮灰啊！哎，哪有啊？你可以拒绝的嘛。系统之前给我刷新的致富线索的地点就在鬼洞山，现在这蛋总要找那什么千年石髓也是在鬼洞山，反正都要去那地方，答应也有妨。系统，鬼洞山有千年石髓的线索吗？这个需要去了鬼洞山搜索一下地理面貌才能知道哦。好，蛋总，这个事情我答应了。好，那就预祝我小野兄弟马到成功，把人带进来吧，让小野兄弟撒撒气，发泄一下。哎呦！小野兄弟，这家伙你随便打随便揍，他都不敢有半句怨言。兄弟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！我不知道你和蛋总认识啊，给我个机会，我已经让医院重新接纳您的家人和莲花父亲住院的事情了，你饶我一回吧！啊！蛋总，你这是挖好的坑，让我往里跳啊！哎，这个时候打他骂他有什么用？你只要安排好我妈和莲花爸的住院医疗就行了。我现在启程去鬼洞山。好，兄弟，痛快啊！那我就在这儿预祝你成功了。谢谢兄弟饶命，谢谢兄弟。来，干了这杯酒，就算给小野兄弟践行了。小野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胡闹！可是嫂子担心你啊，嫂子比你年龄大，可以照顾你，尤其是晚上可以给你做口热乎饭什么的。我看你晚上能给小野兄弟解决一下生理情感。
小野兄弟，我先走了，等你好消息。嫂子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但鬼洞山那么危险，你跟我去，我还要分出心来照顾你的安危。我不用你照顾的，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。况且我遇到的事情比你多，我可以帮你处理。嫂子，那也不行，你在家里好好的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小野，系统，我这走了1天了，你之前说的那些渡野乔木什么的也没找到，还有那个千年石髓的地点也没有，你能不能给我点帮助啊？不然这茫茫大山，我是寸步难行的。叮咚，开始扫描鬼洞山的地理面貌。开始扫描中，扫描成功，你太出鬼洞山所有致富宝藏地点。我操，这鬼洞山里居然隐藏着这么多宝藏啊！这下子我有动力了。谁？给我滚出来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小野，是我。嫂子？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嫂子不放心你啊，所以就偷偷跟过来了。没想到被你给发现了。我有系统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现在嫂子跟了，我还得照顾她。哎，嫂子，你既然来了，我也不能赶你走啊。不过你要全程听我的。嫂子给你烙的饼，你尝尝。好吃。嫂子，咱们继续走吧。小野，这片树林长得好奇特呀，居然都结满了白梅花哎。嫂子，这是拱桐树，也叫落叶乔木，可以长到15到25米高，色花奇美，是1000万年前新生代第3纪留下的结衣植物。我的天哪，这种树木全球都找不到几棵吧？是啊，没想到这里有一大片呢，目测得占了3亩地。那应该很值钱吧？这属于是珍贵木材，且花朵也有治病奇效。哇！来，嫂子，咱们将树上的花朵摘下，等离开鬼洞山了，找个买家，应该能卖很多钱。走。哎，叮咚，恭喜宿主收获落叶乔木花蕊，获得积分10。等什么时候累积到100积分能抽奖的时候，系统你再提醒我。好的呢，宿主。小野，你快看，那个石头缝里长出了一朵花，还冒着蓝光呢，好漂亮啊！走。这是小龙兰？嫂子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，花色奇繁，可治肝、抗炎、镇痛、治疗呕逆、清肺等奇效。这种花在咱大夏国不，整个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，被称为稀世之花。食下此花朵一片，就可以轻松治疗疑难杂症，其有很强的药用价值。小野，你懂得好多呀。嫂子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看医书，这些都是我在医书上看到的。这花向阳开，只开1克种，背阳的时候就会收起花骨朵，缩回根茎里面。那它能值多少钱呀？这个是救命的东西，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嫂子，咱们继续往前走吧，说不定前面还有更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呢。哎，你牵着嫂子走，不然嫂子怕跟不上你。走吧。小野，你和玲花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嫂子，等玲花爸爸的病情好了，我们就结婚。哦，也是，你和玲花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玲花从小就立志要嫁给你，你和她结婚了，要对她好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嫂子。对了，嫂子，你这么年轻漂亮，有没有想过再找个男人2嫁呢？找什么男人啊？嫂子自己靠自己，不挺好的吗？找个男人还要给他洗衣服做饭，图什么呀？是不是？还是嫂子看得开啊？傻瓜，你一直都不知道嫂子对你的情意吗？唉，可是嫂子也不愿意做第三者，只能把这份爱埋藏在心底里吧。好像什么东西缠住我了。没事，嫂子，是蜘蛛网，不碍事的。好像有什么东西咬到我大腿了。没事，嫂子，是一只蜘蛛而已，应该不碍事的。原来是被蜘蛛咬了呀。那你说会不会像科幻大片里的那样，被蜘蛛咬一口，然后变成蜘蛛侠呀？嫂子，
那些都是电影里的，现实中是不存在的。好痛！小野，嫂子的腿好痛！嫂子，小野，嫂子感觉浑身没力气，大腿已经没有知觉了，小野怎么办？不好，嫂子，刚才那只蜘蛛有毒，嫂子，我现在帮你把毒血给吸出来。不行，小野，这样你也会中毒的。嫂子，没事的，只要我不把毒素咽下去，应该就没事。宿主是在找死吗？什么意思啊，系统？那是血域蜘蛛，毒素堪比眼镜蛇的毒素，单纯的靠吸出来，宿主不仅会死，这小寡非得跟着一起死。这么恐怖，那咋办啊，系统？找到那只血域蜘蛛，将其碾碎，用其身子涂抹在伤口上，便能解毒。那这样不是更毒了吗？宿主笨笨，血域蜘蛛体内能产生剧毒，但其身子却是最好的解药。哦，嫂子，你先忍耐一会儿，千万别睡着，我马上去给你找解药。小野，你没事吧，嫂子？嫂子，醒醒！我死了吗？没想到死了还能看到小野，真好。嫂子，你别说胡话呀，你保持清醒，我现在救你。嫂子，嫂子，你终于醒了。谢谢你，小野，我感觉好多了。谢天谢地，嫂子，终于把你从鬼门关救了回来。嫂子，你亲我干嘛？当然是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啊！这要是放在古代，小女子都要以身相许的。不用以身相许的，嫂子。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会自责一辈子的。真的吗？那就再奖励你一个吻吧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别动，嫂子还没亲够呢。嫂子，不能再继续了，亲亲就行了，再继续就播不了了。小野，咱们还没吃饭呢，那边有条河，嫂子想吃鱼了。好的，嫂子，我这就去抓鱼。小心点儿。嫂子，这水不深，连膝盖都没到。我抓鱼，你去捡点柴火，一会儿咱们烤鱼吃。好的。嫂子，小野好棒，一下子就插到了。这条鱼又肥又大，应该够咱俩吃了。这是什么啊？还冒着紫光，太漂亮了吧！嫂子，这是帝王糖冠罗珍珠。帝王糖冠罗珍珠，听起来好霸气的名字啊！应该很值钱吧？毕竟鱼肚子里出现珍珠，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呢。是的，嫂子，很值钱的。来，送给你。送给我？我不要。你从鱼肚里切出来的，是你的东西，而且你以后还要和玲花结婚，这东西你可以送给她。嫂子，这是送给你的。等找到那千年石髓，用这个珍珠做个耳环，应该很漂亮。我不要。小野都知道送我东西了，好开心啊！给你就拿着，不然不吃烤鱼了啊。好吧，你真好，小野。嫂子，以后感谢能不能不用心情啊？嫂子肚子饿了，咱开始烤鱼吧，给烤鱼加点水。糟了，嫂子，水壶漏了，我没发现啊！没水了，都怪我刚才走得太急，肯定是磕烂了。没事，嫂子，这山里资源丰富，我去找找看。你小心点儿。嫂子，这是我找的黑番茄，你快吃，可以补充水分的。小野，这番茄怎么是黑的呀？不会有毒吧？嫂子，没有毒的，这是黑番茄，是番茄品类中的珍品，其果色和果实均为黑红色而得名，营养价值非常高，而且含有丰富的茄红素和维生素 C。那我吃。酸酸甜甜，好好吃啊！你也吃。
叮咚！恭喜宿主熊口逃生，发现黑色小番茄、小龙丸、帝王糖罐、罗珍珠等稀缺物品，累计获得积分117分，获得一次抽奖机会。是否开始抽奖？当然抽了。叮咚！恭喜宿主抽中异次元口袋，可以将任何东西储存或取出在异次元口袋中，不占用现实任何空间。这个可以，一会儿就把那些黑色番茄藤全部收进异次元口袋里。系统，这抽奖页面怎么还转啊？叮咚！恭喜宿主触发抽奖暴击，可再次进行抽奖。叮咚！恭喜宿主抽中植物快速生长药水，该药水可以让任何植物迅速生长，而不影响其生长规律，还附有去除疾病、延年益寿的效果。这个好，农作物的救命药水。等我回到村里，给全村人的田地浇上这些药水，那相当于带着全村人发家致富啊！来，嫂子，吃饱了吗？嫂子，那咱们继续往前走吧，赶紧寻找千年石髓。你背着我可以吗？我脚踝不能走路。好，等我拿一下东西。来，嫂子。走了，嫂子。根据之前系统拟态出的地图，千年石髓应该就在这附近，可是怎么没有见到入口呢？不过那面峭壁下的石板倒是有些奇特。小野，你要进洞呀？嫂子，洞里有咱们想要的东西。可是这洞看起来阴森森的，万一有怪物咋办呀？没事了，嫂子，有我在呢。走吧。来，嫂子慢点。嫂子，累了吧？在这休息一会儿。你先待在这儿，我去找一找。哎，就是他，其状如鹤，柱体至轻。小野，小心呀，有大蜈蚣！完了，小野不会被咬死吧？他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宿主讲法无法对蜈蚣造成有效杀伤力，加强武力值。系统，能不能活，就看你了。安全了，嫂子，咱们安全了。小野，你好厉害呀！你竟然连蜈蚣都打得死啊！我也没想到自己的力量会这么强大。宿主嘚瑟什么呢？要不是本系统给你加持武力值，你能打得死？大爷，王小野兄弟回来了。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。来，喝杯酒庆祝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一去就是1周。你的母亲我已经安排到最好的病房，也找了最好的医生诊治。不过你母亲的病不好治，医生也无法保证什么时候能清醒。还有你女朋友的父亲，我也安排进了最好的病房，医生已经联合会诊，过段时间可能需要手术。这些我回来的时候已经知道了，但总没有食言，我很欣慰。怎么样？此去鬼洞山感觉如何？九死一生，我都没想到自己还能有命回来。我以前只是以为蛋总是个中间收购商，没想到出这么好的别墅。我也只是给人打工效力而已。东西找到了吗？是这个东西吧？你果然没让我失望，就是这东西。既然交易已经达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小野兄弟，别着急走啊！按照咱俩之前的约定，我得兑现啊！这卡里呢有1000万，密码是6个6，你拿着。蛋总，卡我就不收了，我想请你为我们村修柏油路。修路？是的，蛋总，我们村地处偏僻，村民们种菜和买粮很不方便，所以想请蛋总给我们村修几条宽阔的马路。
小野兄弟大才啊，心系百姓，修一个村里的路也花不了几个钱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择日我就联系施工队给你们村修路，无论花多少钱，一定给你们修得漂漂亮亮的。好的，蛋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我们村里都是土路，没有一个柏路，如果全部修下来，估计要超过1000万。哎呀，这次去山上得到了不少好东西，都存放在异次元口袋里。可是要怎么出手呢？毕竟每一个东西拿出来都足以轰动世界啊！小野，莲花、伯母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请坐。听说你从鬼洞山回来了，我们俩呀过来看看你。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也多亏了你，才避免你伯父被医院赶出来。这中间的事情还要多谢你啊。伯母，不用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既然知道是一家人，那你更要好好规划一下你和林花的未来呀。妈，说好的在小野哥家不提这些的呀。你这死丫头，还没嫁给他呢，这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。妈说的都是现实，你看看这家徒四壁的房子，他要是不着急出去挣钱，日后可怎么养活你啊？伯母，我日后一定会赚到大钱，在城里买套大别墅，让林花过上幸福的日子。您就放心吧。你光用嘴说，没有实际行动，这跟画大饼有什么区别？你要是真有诚意，就去把你家那些荒地重新种一种，这样也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有个保障，是不是？是，伯母说的是，我一会儿就去种地。我呀，也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求你和林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好。哎，我就不说了，你和林花聊聊吧。这丫头天天念叨你。小野哥，你进山这几天一定没吃荤腥吧？我给你做了肉包，还热乎着呢。肉包？这是什么馅的肉包啊？猪肉大葱的，我刚包的，我妈不知道。来，你张嘴，我喂你吃。你喂我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是我未来老公，我是你未来老婆，喂你吃东西天经地义啊！来，张嘴啊！好吧。莲花包的肉包真好吃，那就多吃一点。我们一块去种地吧。好。累了吧？来，起来歇歇。种子已经播撒了，等到成熟的季节，我们就可以收成了。到时我妈也能看到你的真诚。咱们回家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莲花，我再给这些种子加些肥料。好。系统，将我的植物快速生长药水提取出来。感觉这药水没多少啊，我这么大的田地，根本没办法全都浇灌啊。友情提示：该植物快速生长药水浓度非常之高，一滴液体的药效就很大很大，一夜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变化，需要兑水进行稀释，不然浇灌在种子上面，鬼知道会长成什么样。系统，你早说啊，害我浪费一滴。小野哥，我们刚刚已经浇过地了，为什么还要再浇一遍啊？莲花，这边不一样，我往里面兑了东西，保证明日有奇效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浇吧。这一夜过去了，不知道地里的那些蔬菜种子，在快速药水的滋润下怎么样了？要不洗完澡去菜地看看？小野哥，家里怎么没人啊？小野哥，你在哪？在家吗？是莲花吗？我在卫生间洗澡。小野哥，我告诉你，小野哥，我告诉你，快关门！好，我把门关上了。莲花，我是让你出去。我出去，我出去了。莲花，我是让你出去把门关上，你想一直看我洗澡啊？
小野哥，你终于洗完了。你大清早火急火燎的找我啥事儿啊？地里的菜长成了，好大好大，咱快去看看吧。走吧。他这苗长得这么高啊，而且长得相当不错哟。小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家地里这菜是怎么回事啊？记得昨天你才刚开始播种呢，怎么一晚上的功夫就长得这么快呀？我也没想到，竟然一夜之间就长成了，尤其是那棵玉米树，怎么能长得那么高啊？感觉这药水没多少啊，我这么大的田地，根本没办法全都浇灌啊。原来是这样，昨天浇地滴了一滴子，想不到长成了3天大玉米树了。这要是砍下来拉去城里卖，能卖多少钱啊？小野，你想什么呢？哦，我没想什么。其实昨天这块地是我和玲花一起种的，我也没想到能长成这样。是啊，我觉得小野哥家的这块地肯定是一块宝地。有道理。以前你爹在的时候，地里的收成就比其他家的好，现在长成这样也不足为奇。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小野家地里的菜一夜之间全长成了，妈过来看看是啥情况。这咋会长这么高啊？小野，你是不是往地里打了什么违禁药了？还是往地里用了什么激素了？不然咋能长成这样啊？伯母，我哪敢呀？我可不会违法，我保证，这地里啊，绝对没有使用任何的违禁品。妈，你别冤枉小野了，当初也是你让小野种地的呀。昨天是我跟小野一起种的，而且只加了1遍水，什么都没有加。虽然不知道小野哥昨天往水里兑了什么，但肯定不是违禁品，因为我相信他。好，是我多想了。你们俩看看呀，咱家这菜啊咋收？我去医院呢，去照顾你爸去啊。好啊，妈，你慢走啊。哎，好。小野哥，那我们快把地里的菜收了吧。哎，不急，这种粗活是男人干的，等以后结婚了，我也不会让你干活的。小野哥，你对我真好。玲花，亲头没感觉，我想亲嘴。玲花，我想要你。小野哥，你好坏，我妈说结婚之前不能那个。可是我憋得很难受。小野哥，你有点太坏了，不过我可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二蛋，你咋在这儿？谁让你藏在我家菜地里的？我也不知道你和玲花姐姐会那样啊，但是我啥也没看到啊。你一个屁大点的孩子，你懂什么呀？说吧，藏在这里不只是偷窥吧，还有什么企图？还是想问问你家地里的这些菜是走了什么捷径啊？能不能教教我？是你爹让你这样问的吧？你觉得我会把这种秘密告诉你吗？那小野哥，这样行不行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把秘密告诉我，咱俩用秘密换秘密怎么样？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孩子，你能有什么秘密？你不用告诉我，我不想听。哎呀，小野哥，你就听听吧，这个秘密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呢。再过1个礼拜，县里大饭店的老板会来咱村收菜呢。来收菜那算什么秘密啊？哎呀，先听我说完嘛。我今天去扒村长家墙头的时候，听到村长和他老婆商量，要把县里大饭店来咱村收菜的消息隐瞒下来，然后推荐他女婿刘小华供菜呢。我怎么记得村长的女婿好像不叫刘小华？这几日你没在村里，不知道咱村刚上任一个新村长吧？这刘小华就是他的女婿。原来是想以权谋私啊！看来为了村民的利益，我得私下做点什么才行。小野哥，我现在把秘密告诉你了，你能把地里的秘密告诉我吗？我用的是植物快速生长药水，这个东西也不能随便说出来呀，不然会被人当成外星人研究的呀。告诉你一个4字真言吧，揠苗助长。啊？哦，好，我现在就告诉我爹去。哎，二蛋，千万别告诉你爹啊，这可是秘密，要不你爹会把你屁股打开花的。
喊什么呢？嫂子，没喊什么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饭啊。哼。而且我听说你种的菜一夜之间全长成了，特意来看看。我的天呐，小野，你种的这些东西居然一夜之间全成熟了，尤其是这玉米树，也太大太粗了吧？嫂子，运气而已。告诉嫂子，你这田地是怎么种的？就那么种的呗。是吗？那你也播种一下嫂子这块田地呗。啊哈。晚上去嫂子那里吃饭。这个嫂子真是无时无刻都想着占我的便宜啊！这菜地里的菜全都成熟了，二蛋不是说过几天城里会有老板来收购，就先留在这儿吧。多吃点儿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种地。嫂子，这都天黑了，还要种地啊？白天怎么说的？你种完自家的地，也要种我的地啊。嫂子，我觉得咱俩还是要保持距离。小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嫂子不漂亮，你不喜欢嫂子？不是的，嫂子，你很漂亮，可是我们这种彼此间的关系，总觉得不太好。你是怕被玲花发现？我之前不就说过了吗？我不会破坏你和玲花之间的感情，你只当春梦一场，不就行了吗？嫂子，那个今天有个事儿，我得跟你说一下。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家菜地里的菜供应给县城的大饭店？小野，你也太异想天开了。那种大饭店哪瞧得起我们这些小菜农的菜？他们啊，都是有专门的供应商的。况且我也找不到渠道啊。不巧了，我今天刚刚听说，过几天县城里大饭店的老板会亲自过来收菜，到时候你菜地里的菜可以供应给县城的大饭店呢。真的？我怎么没听到过这个消息？这个事儿目前只有村长知道，他想把消息隐瞒下来，给自己谋利益。就此理！身为一村之长，不为村民谋福利，竟然想着装满自己的腰包，我要去举报他！哎，嫂子，你先别着急，村长以权谋私，现在只是个消息，还没有实际证据。就算你要去举报他的话，他也不一定能受到惩治，而且还会打草惊蛇。那怎么办？嫂子，我有一个好办法。小野，你好坏啊，我好喜欢。要不今晚在嫂子这里不走了吧？还是算了吧，我害怕明天早上起来被别人看见我从你这里出去，影响不好。我先走了，嫂子。哎呦，您好啊，邓总裁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把您给盼过来了。我时间有限，咱们长话短说。上次我让你帮我找你们村里种菜最好的人，找到了吗？还有，我要来收购你们全村的瓜果蔬菜，这件事通知下去了吗？邓总裁，我办事啊，您放心。这个就是我们村种菜最好的刘小华，他的技术那可是一流的，采用咱们北方最先进的大棚技术。来，好，邓总。你好，我叫刘小华，是我们村种菜最牛逼的男人。现在呢，各家各户的蔬菜也都是交由我全权负责的。日后呢，就由我与您1对1的对接了。嘴上说没用，我要看实际的。那我给您带路，您看一下我种的蔬菜。邓总，这边。是县里收菜的大老板吗？去我家地里看看吧，我家地里种的西红柿可好吃了，来尝尝，一口不好吃。大老板去我家看看吧，我家的洋葱可好了呢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洋葱般的女人，我家的洋葱个个都像亭亭玉立的女人呢。大老板，去我家看看吧，都是自家地里种出来的。这什么情况？谁让你们来的？要不是小野告诉我们有大老板进村收菜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。你这个新任村长这么不厚道，村长你真不厚道。
大老板来这里收菜也不告诉我们一声，只知道往自家女婿菜地里领啊。就是，谁不厚道了？没事都散了，伙计吧。村长，我们大家可都听说了，今天有县城里的大老板过来收菜，你倒好，把消息也瞒得滴水不漏啊！现在还要驱散我们。小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来评评理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哎，乡亲们，我岳父绝对不是故意要隐瞒大家，纯粹是因为他年纪大了，记性有点不好。对，这个不太好。是吗？所以你们只是忘记通知了，不是想以权谋私啊？邓总，我现在是听明白了，你没有把我要来你们这儿收购瓜果蔬菜的事告诉他们是吧？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我没有想到村长没有告诉你们。现在我挨家挨户去你们地里面看，只要瓜果蔬菜种得好，我全都收购。那来我家看看，来我家看看。哎，乡亲们，咱们得讲理啊！大老板怎么说也是我岳父联系过来的，咱们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行，不跟你争抢。那邓总，咱请。你很不错，善用脑子。村民们突然围过来，是你暗中推波助澜了吧？你也很不错，猜的也不错。我姓邓，王小野。哎，邓总，您请。邓总，您看，这都是我种的菜，比外面那些风吹日晒没用大棚种的蔬菜新鲜多了。这大棚种植是刘小华引进的，蔬菜长得就是比咱们的好啊。他的菜和我家的一对比，我感觉自己种的就是屎啊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菜叶子上没有虫洞，而我家的菜叶子上全是虫洞。哎，估计没戏了。刘小华的菜相好，卖相好，符合你们城里人的买菜标准。可咱种的菜健康啊，菜叶子上有虫洞，说明施的是有机肥，没有使用农药。你们这些村民以为拦住邓总就能把自家的蔬菜推销出去了？等着烂在地里吧！现在城里人呐，吃菜讲究的是卖相好，至于怎么种出来的，没人关心。哎，女婿，这一波稳了。我看邓总裁一直看着这些蔬菜还点头，这是满意的样子。那是，也不看这菜是谁种的。嘿，邓总，您看看，您对这些蔬菜还满意吗？还不错，在乡下能碰到这种大规模种植的大棚蔬菜，实属不易。邓总，那咱们今天就把合同签了吧？对啊，咱要满意就签合同。签什么合同？您不是刚才说对这蔬菜很满意吗？啊，我是说了呀，但是我还没有看村民们种植的呢。万一他们种的蔬菜比你家种的好呢？邓总，不可能！就我这大棚种的蔬菜，那可是全村独一无二的。您去看其他人种的那些烂菜，纯属浪费时间。对，邓总，给您介绍小华就是为了节省您的时间啊。走吧，你带路。这。哎呀！邓总，这就是我家的菜地了。这是最后一家了是吧？希望你种的菜不要让我失望。哎，女婿，你听懂邓总这话什么意思了吗？什么意思？笨呐！你还不明白啊？邓总挨家挨户看了一遍村民的地，他都没说一句话，根本猜不到什么心思。现在他说这么一番话，那意思很明显啊，那些村民的蔬菜不行。岳父言之有理啊，那咱们最后肯定就是邓总的供应商了。十拿九稳。哎，岳父，我可是听说他地里种出一棵特高的玉米树啊，那万一邓总看上了咋整啊？哎呀，那玉米树我也听说了，长得都快上天了。但是你想一想，哪有玉米长成大树一样？邓总裁要是明白这其中的道道，肯定不会收购的。邓总，这就是我的菜地，里面种的有西兰花、白菜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玉米。我的天哪，王小野，你那种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哦，你是说那颗玉米啊？我天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、这么高、这么粗的玉米树，你怎么种出来的？可能我家这块地是块宝地，我就随便一种就种出来了。是块宝地？呸！你这蔬菜从成色来看，是我见过最好的蔬菜了。但是看一眼就觉得好像回到家了一样，
还有这个空气，让我闻着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，精神都好了很多。那可不，空气里气味，这都是植物快速药水带来的效果，闻着肯定舒服，闻时间长了还能延年益寿呢。这些蔬菜从品相、从外观、从蔬菜本身的实质来讲，都是我见过最好的蔬菜了。你这些菜我全都收了，尤其是那一棵玉米树。就这么定了？全都要了。邓总，这个卖相啊，确实挺好，品质看着也不错，但是这个菜呀是填饱肚子的，你不能光看它长得好看。我还请您慎重考虑考虑吧。对呀，邓总，这个王小野他们家菜确实是好看，那还有那个玉米树确实也高，但是您仔细想想啊，按照正常逻辑来说，这东西怎么可能长成这样啊？对，肯定是他私底下动了什么手脚了。对，邓总，我建议您还是收我们家的蔬菜啊。村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收购你们家的蔬菜吗？为啥？因为你们的菜上没有虫眼，没有虫眼就代表你们用的农药特别多。我开店做生意，我肯定要为顾客的健康着想。万一这个菜没有洗干净，或者炒得半生不熟，可是随时会进医院的。那王小姐他们家菜就干净了？听说他这些菜啊，都是一夜之间就长起来的，就是，说不定吃完就中毒了呢。邓总，你怎么了？这好像是生病了。我种的菜被植物快速药水滋润过，有治疗疾病的奇效。邓总，你吃这个菜叶能治疗你的病根。王小姐，你干嘛呢？那菜叶子是生的，你就要给邓总吃啊？吃出来问题怎么办？你脑子长屁股上了？王小野，你就是居心不良，你就是想毒死邓总。这虽然是生菜叶，但是真的能治病。邓总，相信我。你治你妈个大西瓜治！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时候应该把邓总送去医院，而不是喂他吃生的菜叶子。别吵了，我这是老毛病了，这个胃病不疼1-2个小时是好不了的。别吵了。信我，你就吃了这个叶子，我保证根治你的病。哎呀，王小姐，你脑子有病吧你？这只烂叶子还能治病？你这分明是想害死邓总！你别以为你是村长的女婿，我就不敢打你。小野真男人。王小野，反了你了！你敢打我女婿？你信不信我给你出面从这村里边？哎呦，岳父，你也欠打！你还敢打我？造反呐！我现在就报警抓你！哎，邓总，你别吃！哎，邓总，我决定信他一回啊！不是，哎呀，邓总，你真吃的？不是，哎呀，邓总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如果有什么严重的情况，你跟我说啊，我报警让他坐到牢去。我胃不疼了啊？真不疼了。邓总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就这么一个烂菜叶子，还能治你的胃病？哎呀，我最烦别人质疑我，而且我自己的身体好没好，我自己心里没数吗？王小野家的菜地里种出来的蔬菜有医用效果。感谢你，你这些菜我全都收了，尤其是那棵玉米树。现在所有的质疑都不攻而破了，但邓总想要收我的菜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把这些村民的菜也都收购了。哎，除了村长家的。王小野，没问题。这卡里有100万是定金，后续的合作咱们再谈。至于村民的菜要收多少钱，价格你来定。邓总大气，择日我会和村民们将菜送到你的大饭店去。不用，我会派人过来收。至于你，我会动用关系彻查你，你就等着下台吧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以权谋私，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我岳父，活该！小野哥，你也太厉害了！现在你可是咱全村人的榜样呢。不仅让咱们村和县城大饭店长期合作，解决了家家户户吃饭的问题，还升级了种地的技术，让大家种的菜跟你的一样，又大又圆又好吃。并且你还瞒着大家，让蛋总给村里修路呢。淡定。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子？是不是和那天你往水里兑的液体有关系啊？这个嘛，保密。村民们种的地都是偷偷的用植物快速药水灌溉的，不然也没有办法带领全村致富啊。但现在有了这8个药水，
估计用不了多久，村里将会成为大夏国第一村啊！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，那咱们结婚那天，我不让你洞房。哎，那可不行，我还等着抱外孙呢。我女婿现在这么优秀，我可骄傲着呢。这有钱有能力就是不一样啊，在岳母的眼中，地位也能直线上升啊！叶兄，你可把我坑惨了！怎么了，丹总？这不是前段时间答应你帮村里修路吗？想着顶多100-10来万就搞定了，造价单一出来，居然要2000多万，怪不得当初你不要那1000万呢。可是蛋总答应的事情，你总不能反悔吧？哎，我这个人很讲诚信，绝对不会反悔。不过，你得补偿我一下吧？怎么补偿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最近得到一个消息，死亡邪谷有一种可以生死人肉白骨的奇药还魂草，想请你前去将其找到带回来。至于报酬呢，我可以给到1个亿。就算带不回来啊，我也给你2000万的跑腿费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？你找别人吧，我可没时间。这死亡邪谷可比鬼洞山危险100倍。对，我小野哥现在可不能冒险了。就算要冒险啊，也得等他把种留了再说。不去就不去啊，不至于走吧？我们去医院把我妈和岳父接回来。今天啊，我们要领证了。对，今天我们要结婚了。这结婚也不早说，我给你们随200块钱彩礼。